太子和考官还在凤栖阁，可是二皇子带人来了。那就得好好演一出戏。这个，还有这个。罢了，本宫今天开心，让他们都一起来吧。谢谢公主。二皇子传，妇人不能伤得厉害。给我搜！是。来呀！殿下，公主在凤栖阁。二殿下，二哥这是何意呀？都吓着我的美人了。太子在哪？有人密报，太子操纵新考，在此私会考官。你们下去吧。二哥，太子哥哥可没来过这儿，可不敢诬陷储君啊。诬陷？哼，给我搜！殿下，此地不宜久留啊。让他解决吧。弦断惊扰贵客，请殿下息怒。莫为琐事败了兴致。是个妙人，今日魁首便是你了。春宵一刻值千金，二哥这是要观礼啊！荒唐！你行这般苟且之事，就不怕驸马知道？殿下，都找了，什么也没有。大业朝的世家贵妇，徐面首作乐又不是什么稀奇事儿。况且崔驸马出身世家，习惯了被人伺候，哪里懂得伺候女人？这闺房之趣，还是得自己来寻。走。再盯紧一些。是。抱本宫去榻上。
是仙客来的人，假扮面首接近本宫，受何人之办？无人指派，学生只知公主不想此物被二殿下发现。学生一介寒门，大业虽开新考，但学生明白，成败的关键在于考场之外的举荐。所以学生恳求公主能阅览学生行卷，为学生举荐一条明路。既是寒门，你也听到了二皇子为何而来，怎不把玉佩交给他？二殿下搜查世家，与太子党争才是真。学生若是将玉佩献于他，岂不是引火烧身？学生不想惹祸，只想以才学报复，得公主亲言举荐。公主，你怎么了？这是举荐，好一个寒门学子，为求取功名，竟行此下作手段，现身本宫。学生不敢，此事绝非学生所为。我马上去找解药。好好表现，举荐这事自有商量。他虽嚣张跋扈，但这是下去。赏你的，滚！殿下何意？那九中药并非学生所下，你也答应学生。本宫绝对不会举荐一个下作之人。你们寒门不是最讲风骨吗？怎么卖身求荣的本事比仙客来的螳螂还痛快？既能伺候贵人，何必新考？安心做个面首便是。好一个金尊玉贵的公主，
昨夜是谁在二皇子面前将我认作魁首，如今又翻脸不认，戏弄人心，不讲信用。这下作二字，殿下比我更当得起。告辞。倒是个有脾气的。公主，昨夜是假戏真做了？此身有己，悦者为上。看来公主对此人评价甚高，真是稀罕。那姓崔的养外室多年，难不成还想让你为他立牌坊吗？呸！昨夜我睡得极好，一夜无梦。难道这药还有安神的效果？相思子可没这效用。这些年公主被噩梦缠得夜夜难眠，怎么偏昨夜睡得安稳？难不成有效的不是药，是人呐？戏弄人心，不讲信用。这下作二字，殿下比我更当得起。这药不像那寒门学子能弄来的，也不像二哥的手笔。或许陷害我的人，与这朝堂争斗无关。小许多唐突，相连能几时？好曲。崔郎爱听，奴就日日唱。只是今日，崔郎还是回公主府吧，毕竟您还是驸马。有话便直说。奴听闻，昨夜朝阳公主在仙客来会面首。奴想着，若崔郎今日回去，那谣言便会不攻自破。哼。他能让人把风声透出来，便是做给该看的人看的，都是为太子殿下做事罢了，何必当真？万一公主假戏真做了呢？你行事向来懂分寸，知进退，这也是我最喜欢的，明白吗？是青罗越举了。嗯。昨夜殿下宿在了仙客来，那驸马昨夜又是宿在何处啊？你别忘了，如今你是崔家的家父。那驸马和外室缱绻时，也没记得自己是大叶皇室的驸马。现在不是你利用我走出冷宫的时候了。踩着崔家一路高攀，如今深得圣宠，便连装都不愿意装了。装？我们本就是面上夫妻，互不干涉是最后的礼仪，望驸马谨记。走吧，太子哥哥可不愿意等。这可如
如何是好啊？圣人想用新考提拔寒门，来打压我们士族。若是今年前3甲中真出了一位寒门学子，只怕后患无穷。是呀，老二昨夜虽未抓住把柄，却依旧连夜入宫，向父皇构陷无私会考官。圣心不渝，以不让吴的人参与新科评定。圣人言明，今科要亲阅考卷，寒门的考卷便无法收回，这才是大麻烦呢。朝阳公主驸马到。进。臣请殿下安。昨夜二哥突至，幸亏此物未被他发现。朝阳，方才吴与朱清的对话，想必你也听到了。父皇今年要亲阅考卷，你可有办法？殿下放心，只要圣上所见之卷，皆出世家子弟之手，寒门又何来的机会呢？不错，唯一的变数就是父皇。可当下东宫中人，能进御前接触卷册的，只有你。怎么，有难处？太子哥哥，父皇近来圣心独断，最近又提了二哥在御前。臣妹入宫虽易，但眼下并非最佳时机，只怕稍有差池，反倒误了大事。朝阳，对，让他把苹果举起来。这个好玩。把苹果拿好，别掉了。你再捣，我打歪了，可别怪我。殿下息怒。当初你为了出冷宫苦苦巴结吴的时候，可是什么都不怕。我不希望父皇看到任何一张寒门的试卷。不许奔走！朝阳知道了，定会尽力而为。殿下，东宫有他们夫妻2人，实乃大幸。别让我失望。臣妹遵命。疼吗？早就习惯了。当初你为了出冷宫苦苦巴结吴的时候，可是什么都不怕的。娘。
从那天起，我发誓，一定要活着走出这冷宫，过着世上最好的生活。这些年，太子结党营私，强征暴敛，逼死良臣。我不能让大业的江山社稷，最终落在一个视民生如草芥的人手里。而圣人用心考纳寒门，制衡世家，他在意的只是皇权稳固，并非百姓疾苦。是时候动手了。太子给了我面圣的机会，我定会让圣人看见寒门学子的答卷。新科状元必须是我们的人。人已经准备好了。这份大礼虽素未谋面，但对太子来说，应该是份惊喜。今年状元是个寒门。是啊，圣上特为状元设下此限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荆轲状元为何是个寒门？这就是你办的事。那日二哥也在宫中，还是他从中作梗。是啊，二皇子那天确实是在宫里。恭迎圣驾！参见殿下。众卿免礼，入宴吧。恭贺父皇得此英才，不知父皇将以何等要职委以荆轲状元？6品给事中，众卿以为如何？陛下，万不可呀！给事中乃天子近臣，寒门岂能胜任？臣请调其任岭南县令，历练3年后再议。岭南道荒蛮地，这是要杀人啊！圣上，岭南湿热，蛇虫肆虐，荆轲状元怕是熬不过3年就没在任上。儿臣认为，6品给事中给的正好。臣附议。陛下，臣等觉得太子所说有理。陛下，此人若只贪图安逸，便不堪大用。臣等附议。儿臣失手惊扰圣驾。宴上醉酒无妨，起来吧。谢父皇。儿臣觉得如此佳酿不可多得，诸位争执不休，岂不耽误？父皇，状元郎初登天子堂，上任岭南，未免有被薄待之嫌啊。不如赐他个8品监察御史，留在京中，由萧忠诚亲自调教。若日后不成器，再任去岭南也不迟啊。陆明彦是为祝贺朕得贤士辅佐，此酒唯有朝阳喝出了其中深意。便依你所言，受其监察御史之职。都入宴吧。谢陛下。3言
两语便哄得父皇开心，又合了太子哥哥的意，真是厉害啊！不愧是圣上自己称的公主。什么东西啊？新科状元入宴面上。臣沈孝，恭请圣安。正安，免礼入座。谢圣上。开宴吧。来，请。本宫绝对不会举荐一个下作之人。既能伺候贵人，何必辛考？安心做个面首便是。殿下，方才下官在殿外听到殿下提携之恩，以此薄酒，全至寸心。恭喜沈御史，只是文曲魁首的谢意。本公主受之有愧。下官认识的殿下可不会生出愧疚之情，难不成殿下并非诚心道贺？公主不胜酒力，我替她喝。状元郎和公主何时这么相熟了？我与公主殿下的缘分，可不是一言两语可言尽。就比如，状元郎的玩笑话，驸马何必当真？是吗？我醉了，和父皇告罪回府吧。此等盛宴，殿下怎可先行告退？放肆！殿下不知道吗？下官这个人向来睚眦必报，今日前来，就是特地来报恩。启奏圣上，臣沈孝，今以监察御史之职，要弹劾昭阳公主李恕。关中大旱已于3月，赤地千里，颗粒无少。流民如潮，被迫依此而食。现在您涌入都城，梁上哄抬物价，大发国难之财，而昭阳公主却夜夜笙歌，奢靡无度，不恤民情，有负天下百姓，有悖皇家仁德。放肆！污蔑公主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儿臣可以作证，昭阳确实。住口！关中旱灾，朝会异国，
还没有解决。你掌管的住持祠到底在干什么？就在粮一方，只是民间粮价飞涨，恐怕有人囤粮抬价。荒谬！臣认为，将江南的粮调运至京中，粮足，则价平。沈御史所言极是，只是贯通南北漕运的永通渠堵塞严重，需要起步尽快修缮。当下国库吃紧，休取劳民伤财，吾的起步用度如何，轮不到二弟智慧。永通渠乃漕运重渠，根在培元，利在千秋之时。区区8品小吏，也敢妄议朝政，狂妄！哼，既是朝官，有何不可以？二弟如此维护，莫不是沈孝之言有你受益？王兄，具谈实务，只会牵连吗？我们请圣上裁决。是。圣上，请陛下裁决。大兴土木，恐动摇国本。我看是有人不想修渠，好囤积居奇，发国难财。李渊，你说什么？商贾通流，上前劝进，是干什么？掏空江山根基，万人之王，你眼下呀！够了！太子，朕命你3月内使永通渠通航，着与林都尉崔进之派兵增援，若有延误，严惩不贷。这3个月，这如何能做到啊？是啊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儿臣领命。臣领命。朝阳公主李恕，即日起10亿上缴国库，待灾情好转，再议回复。谢圣上恩典。沈孝，原来弹劾是假，为民解困才是真。你果然没让我失望。他姓沈了，竟敢当庭弹劾殿下，真是胆大包天。他没说错什么，也不知实情，而且多亏了他这一出，我才好跟太子交代。精彩啊，精彩！好一个锋芒毕露的状元郎啊！开科取士至今，满朝文武就属他最有胆色，最合我心意了。你喜欢他，去寻他便是，拦我的路做什么？自然是来看你笑话的。想看我笑话，何必在这吹风啊？不如随我回府上小住几日，我让崔进之作陪，让你看个够。你少拿他恶心我！要不是当年你这个贱婢之女使的下作手段，他怎么会成为你的驸马？崔进之真是瞎了眼。看来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没想明白。瞧瞧你那短命的驸马，不过3年就被你搓磨死了。崔进之那般骄矜的人，又怎会娶你这蛮横无脑的嫡公主啊？你敢羞辱我！我是抢了崔进之，可你不也报复回来了吗？我大婚当日，是你告诉崔进之，我向父皇进言，处决他战败获罪的父兄，对吗？是你进言，让圣上杀了我父兄。圣人要彻查战败之责，你父兄作为主将，本就罪无可恕，若不顺圣意，
连你也难逃迁怒。我是为了保你。为了保我？李爽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不就是个从冷宫里爬出来的卑贱孤女？我怜你，护你，甚至为你家族选了你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？啊！我真是后悔把你从冷宫里救了出来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崔家的继父，与我再无关系。崔静之真以为仅凭我一句话就能左右圣心？蠢！像他那样的蠢人啊，你要我送你便是。你不要的，本宫也不要。别忘了，你就是太子哥哥身边的一条狗。你敢欺负我，我看他怎么收拾你！哼！他若知道公主和崔静之早已和离，是圣人按下此事，不许张扬。知道与否并不重要。他根本不喜欢崔静之，只是不想输给我。你去备马吧。是。公主和驸马竟是假夫妻。休书。崔静之，你还当我是冷宫里的卑贱孤女啊？我可是圣人亲封的朝阳公主，想休我？你不配！休也是我休你。如今你没了父，休失了倚仗，说实在没了驸马的身份，如何在崔氏立足？现在是你需要我这公主的身份，从此以后，你我之间只为利益，互不相干。我会禀告父皇，与我再无瓜葛，滚！看来殿下与驸马早已离心，人前恩爱，也只是做戏罢了。君子非礼勿听，状元郎的圣贤书都白读了。下官宁愿做真小人，也不愿做伪君子。这么说，殿下与崔驸马你们真的就只是表面夫妻？沈御史为何如此在意本宫和驸马的关系啊？下官认为，崔家父子拥兵自重，战场轻敌，导致将士枉死。事后还骄横如故，圣上早该敲山震虎，适才作此裁定。所以殿下何错之有？若是崔驸马因此而迁怒了殿下，殿下真的应该另择良配。那本宫该责谁呢？是刚刚在殿上意气风发弹劾我的状元郎，还是3个月前卖身求荣的谭郎？沈御史听了这么久的墙根，想必不是碰巧路过，莫不是对本宫念念不忘？是，又如何？
下官一人。殿下，我生笑，青色一曲心弦绕，傻傻作笑，可惜你心上。一步一回望眼，偏等火阑珊望。一人一目光，一句回响。浅浅风吟唱，明月光落在他心上，水中央。茫茫白露霜，遥遥心事忘。惶惶梦一场，蒹葭藏，待他心之所向。生肖无处藏，你可曾听到？朝朝雪飞扬，明月光画在他眉眼手中央。灼灼不放上，寥寥心事堂。天荒，蒹葭藏，待他爱之所望，在眼前欣赏，你可曾感到？你望向月光，可像我一样？殿下真是好眠啊！本宫会睡着，还不是因为沈御史？朝阳信誓旦旦，更不保证，绝不会有寒门登上荆轲金榜。可如今竟然出了一个状元沈孝，朝阳人在何处？朝阳今日身体不适，先行休息了。沈御史今日当众弹劾本宫，真是演了一出好戏。这个沈孝初登朝堂，先是跟朝阳敬酒，接着又突然弹劾，害我被罚了10亿，你得了圣人卿也，更博了个忠直敢言、不畏强权的名声。下官确实有意报当日殿下轻贱之仇，所以要让此事变得有价值，我必须让圣上看懂我。世家才不敢动我，也能顺利引出圣人下令，重修永通区，关中的百姓方能得救。区一个寒门八品，竟敢如此放肆！莫非他们2人之前认识？殿下，当务之急是解永通渠之困。臣深知，朝阳绝不可能与寒门之人有牵扯。
太子不写寒门，3个月，永通渠修不成，太子便失了圣心。你却说是为了百姓，为百姓当然是真，看太子失势也是真。太子罔顾百姓生死，不配为君。圣上当年受世家推举继位，近几年又忌惮世家势大，随机打压。世家故技重施，拥护太子，圣上岂能不忌？我想让圣上看到，我可以为他所用。狂卷，妄揣圣意是死罪。你连太子和圣人的关系你都敢利用，你不怕我把这话给你捅出去啊？殿下不会吧？殿下今日保我8品监察御史，说明我对殿下有用。殿下不如直接告诉我，你希望我为你做些什么？本宫只想让你当面首。只做面首？那像我这样的面首，殿下有几个？这状元面首嘛，唯你一个。既是唯一，我自然珍惜。和其他人不同，你现在是御史台的人，在太子底下谋事。他虽不会要了你的命，但定会给你点教训。必要时，你可以求本宫帮你啊。不必了吧？殿下身边面首众多，又何惜下官一人？我既入朝堂，自有准备面对一切。殿下既然不愿意如实相告，那下官就先告辞了。你平时用的是何熏香？闻着很安神。下官家境清贫，从不用熏香。奇了，莫非这世上真有男子自带体香不成？那沈郎君日后可否夜夜同眠啊？你放心，本宫从不亏待自己人，赏赐少不了你的。殿下这是真的把下官当成可以赐下的面首了。当初是你自荐枕席以求举荐，如今倒摆出贞烈的架势，既不是君子，又何苦道貌岸然？殿下说的对，从明晚开始，下官就来为您侍寝。以后就凭这个进出公主府。3个月工期，永通渠通不了，能不能用计阻挠开工，把祸事甩出去？工期是圣上定下的，殿下也要奉旨督工。若是明着推阻，岂不是给二皇子落了把柄？那各位有何计策？依臣之见，此事该问过昭阳公主。若不是她办事不力，那沈孝怎有机会面圣？永通渠一事，该他为殿下献策，将功补过。是啊，萧忠诚言之有理啊。是啊。告诉昭阳，我再给他一次机会，东宫不留无用之人。昭阳若有计策，必会上报。但此事说到底，罪责皆在沈孝。不错，沈孝之后在你御史台门下，不可轻饶。殿下放心，臣明白。何必等他去御史台？
今日便可教训一番。我怎么会答应呢？太子的人，还真是按捺不住。你去见了沈孝，本宫的行踪还需要向你汇报？我是替太子问的。真是太子的好狗。陆明宴之后，太子已对你们起疑，我虽替你遮掩，但我需要你给我个准话。状元郎姿容出众，本宫瞧着喜欢，想拉他做个情郎。不知这个答案，驸马可还满意？崔家父的身份，你半点不顾了？放手！放手！你在撒谎！你发什么疯？李叔，我终究是你的驸马。驸马，多年的假夫妻，你还要当真不成？是，我们是假的，但你和他就是真的。与你无关。好啊，好一个状元情郎！你说太子若知你二人，驸马要告诉太子吗？驸马怕不是忘了，本宫刚受沈孝当众弹劾，被罚了10亿。亏你信我会找他做情郎，我见他是为太子试探虚实。驸马如此在意沈孝，该不会是在吃醋吧？哼，荒谬！我只是提醒你，离沈孝远一点，不要做让崔家蒙羞的事情。太子因永通渠一事震怒，你若无法可解，崔家也救不了你。驸马在说什么混话？崔家和本宫相互依傍，唇亡齿寒。再说了，你怎么知道我没记错？那便好，随我去见太子。不急，见太子之前，还需答应我一事。崔郎，奴婢青罗叩见公主殿下，殿下万福金安。
是你给公主下的药？奴没有。公主常流连那等地方才会遭人算计，这定是有人存心将公主失身之事嫁祸于奴。崔郎信我，崔郎可为奴做主啊！信你？我何时说过这药是催情药？你个毒妇，怎可对公主做这种事？崔郎，你听我解释，这是奴猜的。仙客来那样的地方，除了那等见不得人的药，还能是什么呀？够了，不想再听了。张20。不能打我！不能打我！我腹中有了崔家血脉。你说什么？我有身孕啊！你要做父亲了，崔郎。你背着我听了避子汤？啊？奴没有，这是意外。崔郎，我腹中是你的骨肉啊，这是天意。住嘴！处理掉孩子，赶出府。不，崔敬之，这是你们崔家的血脉。不配！你凭什么嫌我？你又比我干净高贵到哪里去啊？你既要世家公子的清誉，又要红颜知己的温存，还想握着公主府的权柄。如今为了体面要抛弃我，呸！什么世家子弟？你不过是个工于心计的小人，始乱终弃，谋杀亲子。太令我失望。答应你的事已了，别忘了答应我的事。动手！不要动我！你不要伤害我的孩子！不要动我！你不要伤害我的孩子！放开我！不要伤害我娘！小兔崽子，你疯了！放我出去找太医，否则就打死我！谋害皇嗣之罪，你担得起吗？这贱婢所生的丫头，也配叫皇嗣？你娘身份卑贱，不配叫太医。他娘，求上姨娘子，求你使太医来救命！你求我也没用，出身卑贱的舞女，还妄想母凭子贵，你们娘俩就在这冷宫里自生自灭吧。阿娘，宫片里面有百年老参，我去弄来给你治病。娘不能再拖累你，是我，你记住，这世上没有人生来就卑贱，也没有人生来就高贵，人的命是靠自己争的，听懂了吗？你放开我！不要伤害我的孩子！住手！他交给我处理。下去。是。你与崔敬之之间，我并不关心，可你不该来陷害我。你应该知道，这个孩子保不住崔敬之。这个世上没有母凭子贵，母贵，子才贵。天下如今满意了，你想要孩子活下来吗？太子，永通区修缮一事如何了？
禀父皇，永通渠工程浩大，民夫众多，但近日粮价飞涨，朝廷所付工钱已不足以购粮，以致不少工人罢工。儿臣思得一策，或可解困。何计？以粮代钱。以粮代钱。既然粮贵钱贱，不如就由度支司直接拨粮，充作酬劳。如此，民夫有粮果腹，可安其心，亦能稳定工价，聚人心，提士气。如此，便可将永通渠的修缮之责尽数归于二皇子掌管的度支司。将来要是渠修不成，便是度支司拨粮不力所致。不仅如此，还可以借机不断向度支司要求拨粮，以充吾的私库。但此事二皇子一定会极力反驳，他驳不了。太子哥哥，学那日沈孝之言便是。父皇，以粮代钱从无先例，恐怕此办法……二弟，既无先例，便开先例。难道因为事情难办，就不管百姓的死活了吗？你我身为皇子，万事都得以百姓和社稷为先。说不实行以粮代钱，就要为工人涨薪。如今国库空虚，父皇断不会答应。太子的办法是良策。李严，给启部和兵部拨粮。儿臣领命。此计环环相扣，不仅解了吾的燃眉之急，还拿捏住了老二的七策。妙啊！臣妹告退。度支司拨粮，二皇子入局，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让开！贵人，给点吃的，贵人。让开！给点吃的吧。你做什么？让开！简明是不是找死啊？贵人，行好吧，给口吃的。滚开！简明，不知是哪位达官贵人，在此名声倒悬、恶殍载道的关头，还敢招摇过市、纵图伤人，藐视我大业律法！哟，我当时何人敢当街拦本公主的马车？原来是沈御史啊！公主殿下，本宫的马夫，本宫自会责罚。可是当街拦公主车舆，如同行刺按律当诛，是抽你几鞭以示仁厚，再不让开，别怪本宫不客气了。沈御史不让开，是想挨打吗？殿下终究是金枝玉叶，不懂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，百姓流离之苦。当街叫对大业的流民要打要杀，也配做天家之女，识百姓之路吗？衣服洗成这样，看来公主是不想吃饭啦。我也
2月没吃过豆香，叫你香香好。你娘死，圣上都没过问。就算你死在这冷宫，圣上连瞧都不会瞧上一眼。金枝玉叶，沈御史很了解我吗？你在此高谈阔论时，可知我此行正是要把筹措的药材送往疫区。若非你拦车质问，此事早已办妥。殿下亲自赈灾，下官方才言语不妥。但无论殿下此去为何，都不是纵扑伤人的理由。沈御史当街拦驾教导本宫，沽名钓誉。殿下跟其他权贵不一样，最起码心里还有百姓。我遭你弹劾失了圣心，筹药赈灾不过是演给圣人看的戏，灾民要药，本宫要名，各取所需罢了。不是和沈御史一样？下官并非。沈御史想利用本宫，本宫可以成全。别忘了今夜之约啊！给沈御史道歉，罚你半年月例补偿百姓，回府后自领10鞭。沈御史，多有得罪。朝阳，你究竟是个怎样的人？今日清夜，寒门学子破除门第桎梏，登科入仕，究竟是该为天下苍生谋生路，还是该为光耀门楣扬己身？诸位尽可畅言。此题不对。为国为己，并非对立。我辈所求，应是打碎门第枷锁，让天下学子皆可以争取施展拳脚的机会。沈兄，不，应该是沈御史。御前弹劾，当街拦驾，只收这1鞭，已是留情了。怎么还替外人说话呀？你见多识广，这个朝阳公主，你了解吗？略知一二。那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听闻她受封朝阳之前，是个无人问津、幽居冷宫的公主，过得很是艰难。冷宫？所以那道疤也是在冷宫留下的吗？她在那种地方待了多久？又是如何出来的？她和那个崔敬之到底是两情相悦，还是另有隐情？你怎么突然对公主的事如此好奇？他毕竟是太子的人，又与我暗中周旋这么久，把我留在京城，
他表面看起来奢华无度，但我总觉得那不是他的全部面目。他究竟是敌是友，我看不分明。不如赐他个8品监察御史，留在京中，莫不是对本宫念念不忘？必要时，你可以求本宫帮你啊，只抽你几鞭以示仁厚。再不让开，别怪本宫不客气了。你想利用本宫，本宫可以成全。越是看不分明，便越想干净。那你判他是敌还是友呢？识人应关心，你的答案得自己学。二殿下，我等奉旨前来运粮，您别为难我们。圣上有旨，调京城各仓粮食前往永通渠。快，动作快点！殿下，粮已整入4库。二殿下，让开！这里是公主府，妾先劝您不要应酬。个庸徒！放开！不肯！让二殿下进来吧。二殿下，请。刁奴！李叔，李叔！二哥火气不小啊。野良代钱，陷我杜之思于水火，你敢说不是你襄太子献计？二哥无凭无据的，为何笃定是我所为啊？谁不知道你朝阳是太子的谋士？我杜之思的存粮要被启部和兵部搬空了，你这是要把我往绝路上逼呀！这世上哪有什么绝路啊？有现成的人等二哥用，二哥何必自苦啊？你是说沈笑？哼，胡闹！此人胆子太大，即便为人忠直，也容易引出祸端。怕什么？他可是父皇钦点的状元，若二哥把他收入囊中，让他负责落实以粮代钱的政令，那是借了父皇的光。若是办成了，是你们杜之思得利；若是没办成，父皇只会把罪怪在世家头上，左右怪不到你啊。你会这么好心给我献策？信与不信，全凭二哥。以后就凭这个进出公主府。别忘了今夜之约。我在干什么？我为什么会答应他？我疯了吗？他是怎么在冷宫长大的？我既然接了这3话，就应该履诺。答应别人的事就应该办到。这是阿爷教的。
沈御史，公主已经等候多时了。公主为何要把沈贼推给二皇子啊？本宫要借刀杀太子，必须借势而为。沈孝为刀，二皇子为势。等等，什么沈贼啊？窃者为贼，那沈孝把公主的心给窃走了，还不是贼？胡说八道！殿下的刀不是说今夜搬来吗？怎么到现在还不见人啊？唉，殿下都等了那么久了。他身上有股幽香，你能调制出来吗？你见过他，应该闻到过的。爱莫能助。奴婢在沈孝身上可闻不到任何味道。不过奴婢倒是听说有一种香味，只有彼此喜欢的人才能嗅到。唉，完了，这下他真成沈贼了，还是个窃心贼。我看你是疯了，我怎么可能对他有意？哎，你帮不上忙你就出去。谁说奴婢帮不上忙了？要不奴婢把沈孝给你绑来，公主你看成吗？你。他身上的味道，难道真的只是我的错觉？你是谁？原来是安乐公主，是下官唐突来。唐突什么？我还怕沈御史你不唐突呢。殿下若是有事差遣，派人去御史台就是了。要是没什么事，下官先行告退。哎，你一个八品小吏，有什么公务啊？本宫邀你前来，为了什么？你再清楚不过了，再装糊涂，可就无趣了。下官本就是个无趣之人，殿下只管放下官走就是了。本宫寡居3年有余，阅人无数，你是最有趣的一个。实不相瞒，哎，那日新科宴，我看状元郎着这件金花红袍，弹劾朝阳的风采，属实让本宫难忘。若沈御史再穿一次，本宫就放你走，如何？殿下还是自重吧，什么告辞了？今日我听闻你被朝阳当众鞭笞，本宫有御赐的金疮药，让我亲自为你上药，如何？御赐是我，下官不配。下官告辞。走开！把人给我抓回来！是。门口有我的侍卫，你今日是出不去了。哇，什么时候来了这么漂亮的公子啊？你是新来的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快，他跑那边了，快追！公主吩咐，今晚一定要抓到他。怎么都不对啊？
沈御史来迟了。看来下官扫了殿下的雅兴了。那你还不赶紧出去啊？我不出去，让他们走。那个沈笑分明往这边跑了，挨个屋子给我搜！不愧是沈御史啊，来赴我的约呢，还能招惹安乐。若你做了他的面首，说不定就能官升一级。沈御史果然好算计。下官已经答应殿下夜夜相伴，没想过跟其他人牵扯。沈御史到底是忠诚，还是想哄我，让我为你得罪安乐？还疼吗？沈御史这一边挨得可真不亏，当街诘问跋扈公主，既能落个维护百姓的好名声，又能来我这上演苦肉计。沈御史利用我，利用的的确顺手。殿下到底经历了什么，才会把人心想得如此卑劣？沈御史与其好奇我的过往，还是多关心关心百姓吧。我不过是遇到了坏人，他们却是遇到了坏的事的。衣服脱了。你分明上过药了。可是不是殿下上的。原来你是想让公主替你上药啊？你的公主在外面。在安乐面前与你牵扯不清，太子定不饶我。今日我救不了你，我自然不配让你在太子胞妹面前冒险。好你个沈相，没想到你竟然躲在凤栖阁！昭儿，你给我出来！他怎么会在你这儿？他自己慌不择路闯进来的。妹妹强扭的瓜不甜，这是何苦呢？我管他甜不甜的，不甜我就蘸酱吃。殿下这是誓要拿朝廷命官当粉头取乐吗？所以呢，沈御史是想以死抗命。殿下的愚弄还不至于让本官丢命，但是殿下若是再苦苦相逼，我不保证不会伤你。你敢！看来安乐妹妹今日势在必得，沈御史也是个懂得审时度势之人，不如从了吧，往后定是仕途坦荡，前途不可限量。救兵来了！安乐，好大的胆子！往日你如何荒唐？圣上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但圣上钦点的状元，你都敢杀？不是我，是朝阳他，是他。今日之事到此为止。如果再让我知道你滋扰沈御史，就别怪我告诉父皇罚了你的10亿。你笑什么笑啊？我在笑，该让妹妹赔多少钱啊？关你什么事啊？你知道你今晚吓走多少客人吗？哦，妹妹原来不知啊。这仙客来是太子哥哥的产业。你少拿太子哥哥吓唬我。哼，走。记得赔钱。沈御史，安乐不会再为难你了。下官多谢殿下救命之恩。沈御史严重了，举手之劳。话说回来，二殿下为什么会在仙客来？
本王是特意来寻沈御史的。本王的人看到安乐把你带到这儿来了。灾情日益严重，都知司人手紧缺，不知你愿不愿意来我都知司效力啊？你先是弹劾朝阳，谏言修永通区，现在又得罪安乐，太子不会放过你的。不如跟着我。殿下若是不嫌弃下官行事鲁莽，下官愿意为殿下分忧，只当是报今日之恩。不过就怕太子不会轻易放人，如果御史台不批调令，本王也不好硬要。殿下的意思，下官明白。批调令，下官会想办法。寒门破茧第一人，金榜题名震乾坤。莫道朱门高难越，青山亦可踏青云。放宝了，放宝了，阿爷！我去帮你看宝。看到我的名字了吗？没看到，你自己找我的名字。有你，我看到了，这超好。这不你表哥吗？你错了。中了！一滴墨斗，一滴墨斗。阿爷中了，阿爷真的中了，好，太好了！阿爷中了，阿爷中了，阿爷中了！莫等喊这么大声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中了状元。寒门出身，提夫登榜，何不疯癫呢？末流也是进士，小儿说说，日后阿爷去六部呢，还是三法司啊？寒门破茧第一人，好；金榜题名震乾坤，好；莫道朱门高难越，青山亦可踏青云，好。这几句诗怎么样？待阿爷100年后，小儿就把这诗刻作碑文。阿爷想的也太长远了。阿言，都3更了，还不睡？知道晚了还不去睡，管我做什么？你明早还要读书，快去快去！阿言，儿马上就要入都知司了。我不相信您真是坠崖而死，您的死因一定跟那日弹劾太子的书信有关。早听闻这朝堂风云诡谲，而周旋许久，时常感到迷茫混沌。阿爷，您当年入朝时，是否会像我现在一样，如此艰难？艰难也没关系，我好歹是第1位寒门状元，就算是死，以后在我的碑上，也一定会题一首比这个更狂妄的。树破天荒开先路，子攀月桂冠群儒。莫道朱门多贵子，寒门亦可出双珠。沈御史，这篇够狂吗？九曲黄河倒卷末，尽洗千年门第沙。昆仑杰作登天笔，战取银黄写韩家。
是我眼界小了，没想到沈御史想替天下寒门发声。分内之事。狂徒！殿下前来所谓何事？我来祭拜一位故人。3年前我督建千佛寺，与令尊有过数面之缘。区一个8品小吏，也想弹劾我？不自量力，以修建佛寺之名，强占民田。太子以为杀了我，你的罪行便无人知晓了。占田屯粮，以大业律令，已与谋逆同罪。殿下最好适时收手。收手？父皇把杜之思交给了老二，只怕已有易主之心。但此事恐有后患，我早就料到会有今日，所以才将朝阳推出去。这千佛寺，可是朝阳为圣上分忧，特此督办的。大局为重，万不得已之时，总有人要牺牲。这个人不能是我，也不会是你，只有朝阳，这个贱婢所生的孽种最为合适。臣明白。快点门，做漂亮点，别留下痕迹。清渠一人，风骨峭峻，是位难得的好官。可惜意外坠崖，尸骨无存，实在令人唏嘘。我不明白，我阿言只是杜之司8品主簿，平日只管誊抄文书，为何会在千佛寺坠崖？你怀疑沈主簿的死，并非意外。公主知道内情，对吗？我只知道，沈主簿是位好官，铁骨铮铮，不畏强权，子孝其父。想必你不会辱没这份风骨。殿下曾劝我离开御史台，昨日二皇子解围邀我去杜之司，今日你又前来告知我阿爷死，另有疑点。难不成殿下是二皇子的人，想借我之手扳倒太子，好辅佐二皇子上位？满口胡言，不知所谓。你可知与太子为敌是何等凶险？凶险何足为惧？3年前千佛寺落成之时，曾天降祥瑞，佛光普照。这佛光既能泽披苍生，也必定能照亮忠良之路，天道昭昭，公理不灭。你这天地不惧的样子，还真叫人喜欢。沈御史，杜之司你想不想去？请殿下助我。我可帮不了你，不过提醒你一句：今日太子宴请御史台一众官员，宴无好宴，沈御史可要小心了。老二跟武耀人要调沈孝去杜之司，不舍不得。太子殿下放心，
臣绝不会放他去杜之司的。这个寒门状元在御史台都没磨砺好，怎能轻易就放走啊？是啊，对呀，不急。是啊。监察御史沈孝到。下官沈孝问太子殿下安，太子妃安，诸公安。沈清，吾今日将三法司主事请来，本是为你入御史台接风，却不想你这新科状元抢手的很，还未入院，杜之司就来跟武耀人了。江南新贡的玉堂春，寒门子弟怕是难得一品，今日可要多言几杯。谢殿下赐言，但下官看来，酒的贵贱不在出处，而在品酒之人。沈御史初来乍到，怕是不知这酒得按规矩好。敬台公须诚心，沈御史须以此碗，敬在座诸位，每人3碗，连敬3拳，酒尽，方显诚意。不错，沈御史若能做到，说明你心智坚韧，放去杜之司历练，吾或可考虑一二。朝廷重臣，为难人竟有些乡野手段，上不得台面。你要如何破局呢？既是规矩，沈某自当遵从。敬太子殿下，敬太子妃殿下，也敬我大业，国泰民安。沈御史好酒量啊！赵公，请。沈御史，敬酒得有说法，这第一碗自然是有说法。赵公不妨先听听我的。大理寺卿赵光冕爱好古玩，去年私自藏下名画《江帆雪霁图》。江帆雪霁图，听闻此等珍宝已失传许久，是从太子的贡品中窃取而来的。就连太子殿下都未曾见过真品，但此等绝世珍宝，下官听闻在赵公府上，所以这杯酒，下官要敬赵公，雅兴。沈御史说笑了，谬赞，谬赞。钱尚书，沈御史年纪轻轻，已经与我等同朝为官，但是在这朝堂之上，你呀还有好多道理要学呀。下官确实要学习。下官要学习钱尚书为东宫修缮别院时，定是精打细算。精打细算下，500匹的丝绸耗料竟还余300匹，接入了他族中的绸缎庄。绸缎庄多余的丝绸，想必销路定是不错吧？
是是是，是。萧忠诚，萧将喜江南园林。江南园林是萧忠诚的心头之好。沈某听闻，价值5万的假山奇石，就在您京郊的翠微别院当中。翠微别院的一应费用，皆出自于官道修缮款，足足有5万两之巨呢。敬萧忠诚为国操劳之余，仍不忘寄情于山水之间。沈御史消息灵通，老夫愧不敢当，愧不敢当。沈清好酒量。陈公，陈御史。廖公，廖御史。是。李公，李御史。明白。请您，请您。殿下，崔驸马，下官这杯要敬你。崔敬之呢？崔敬之有什么把柄？崔敬之自幼为太子的伴读，文武兼备。久闻驸马爷文武双全，自幼便在太子身边伴读，行事有章法，是年轻一代将领中的翘楚。那如此说来，此人不是无可挑剔。我说的都是事实。沈御史很了解本官呢。国玉，下官说的都是事实而已。诸公，按照规矩，我们应该再饮一杯。殿下，老臣忽感不适。哎呦，这酒怕是饮不得了。哎呦，殿下，臣旧疾复发。殿下恕罪，臣头晕目眩呐。今日酒宴到此为止吧。下官先行告退。殿下，臣想来，此子心机深沉，留在御史台恐是祸患呐。萧忠诚所言极是。如今二殿下求贤，臣以为当放行沈御史前往杜之司效力，亦能全殿下爱才之心。正是正是，圣人若知，定是欣慰，定是欣慰呀！臣附议，臣附议。竹青说的也不无道理。如今杜之司空虚，永通渠是个烂摊子，正好让沈校过去推行以粮代钱之策。待来日粮尽渠崩，他便万死难赎。这样既可以除去心腹大患，又可以重创二哥和杜之司。说的是朝阳公主所言极是啊，正是。这话有理。好，放他过去。是。殿下英明。如你所愿，调令拿到了。
这是公主府。殿下，你喝醉了，晕倒在地，是我把你捡回来的。本宫现在要休息了。谁准你脱衣服的？不是冬眠吗？冬眠就要脱衣服，穿好，上床睡觉。你说的夜夜冬眠，就是这样相枕而眠？不然呢？莫非状元郎真想夜夜笙歌？在下觉得……闭嘴！殿下，如果沈某成功入毒致死，我如果有危险，公主会保我吗？不保。你就不怕我真被妻子杀了？杜之思是你自己要去的，生死也是你自己的事。安静，本宫要睡觉了。李叔，你真是我的结束。本宫昨夜睡得极好，这些赏你的。看来殿下是真的把沈某当成……也好。那就多谢殿下这些赏赐了。就劳烦你把这些东西都悉数当来，所得银两就为城外那些灾民增添粥棚，为那些同门同窗增加一些笔墨书卷。来源？来源自然是干净的，姑且算是劫富济贫吧。这些先不说，不过今日有一个真的劫富济贫的事要跟你商谈。你刚入毒之司，便要涉险了？知我者乐生也。既已攀得高枝，又何须涉险呢？这些黄白之物，说到底，也只是人家施舍于我。不过真正能以性命相托的，唯有挚友。乐生也不一样。
说吧，什么计划？你想查太子司库？是。下官核查账目，发现太子以赈灾为名，雇佣大量流民，以粮代钱，本就是太子奸计。为今之法，唯有追踪崔都尉的运粮兵，查出太子司库在何处，方能破局。警醒些。是都尉。可即便查到司库所在，你又要如何证明里面藏的是我杜之司的粮？殿下放心，在最近一批修去之粮中，混入了特制米糠为剂。只要他进了东宫司库，下官就一定能查出来。你竟敢！下官知道，此举冒险，但为国家计，为圣上分忧，个人安危，何足道哉？下官保证，此举绝不牵连杜之司与殿下。好一个忠勇可嘉的沈状元，本王果然没有看错人。你放心去查，若有需要，本王鼎力支持。谢殿下。你自己要去作死，可怨不得本王了。陛下，您的药来了。朝阳公主觐见。儿臣朝阳，恭请圣安。朕不安。儿惶恐。惶恐？你面上看着乖顺，手却伸到了朕钦点的寒门状元身上。朕开科举拔寒门，是为了给朝堂换血，不是让他们去送死。你推沈孝去杜之司，是想干什么？父皇，世家借灾情，囤积居奇，以发国难之财。太子哥哥被世家蒙蔽，不懂父皇的良苦用心。儿臣受父皇提点，应当为太子哥哥多筹谋。如今旱情严峻，民心浮动，儿臣望借沈孝之能，为朝廷追回国堂，以安天下。也希望太子哥哥能明辨人心，明白父皇的良苦用心。你倒是还记得。儿臣不敢忘。霞光普照，佛光漫天。朕大兴土木，民间怨声载道。你这借天象显化的吉兆，来得巧啊！想要什么赏赐？儿臣不愿求赏，唯愿为父皇分忧。说。儿臣督建千佛寺时，偶然截获杜之司主簿沈清之的奏书，满纸皆是构陷诽谤太子的荒唐之言。儿臣惊奇之下将其焚毁，不料此人日前竟意外坠崖。儿臣恐此事有蹊跷，若被有心之人大做文章，只怕有损朝堂体面。微末小吏，构陷储君，死不足惜。朝阳，你做得对。你比朕想得更聪明。太子身边正需要你这般明事理、知轻重之人。往后，太子之事，你需多劝解、辅佐。朕希望你这份聪明，永远用在该用的地方。儿臣遵旨，定不负圣意。太子草菅人命，
不配做未来储君。若真想换掉他，就得让圣人抓到他更大的错处。这绝不是一个胸怀正义的小吏几封弹劾信就能做到的，得让圣人容不下他。即便是为太子为社稷考虑，让沈孝去查，也太冒险了些。朕可以准他一试，但你也要从旁策应。儿臣定护沈孝周全。儿臣告退。沈孝，现在释迦蒙蔽利用太子已经坐实，你若死了，便能让太子和圣人彻底对立。永通渠一事，你解决与否，都定能为打击释迦做出贡献。警醒些。是。不是杜之子的粮。这不是神主事吗？擅闯公主粮仓，是想从这些米袋里找到什么秘密？本官倒是小瞧了状元郎。既然你不肯以真面目示人，就别怪刀枪无眼。杜卫受伤了，拦住他！杜卫，你没事吧？风萧萧，烈火灼，燃尽我，拥抱我。一层层过入金色多，一举破因果。金层层海浪灼，撕碎我，惊魂我，偏偏雨如墨染我成果。何时双手一梦春秋，破晓长空，金丝玉游，金里追！是。想不到殿下骑术这么好。我也没想到神主事还能伤到崔馥嘛。站住！下马！
转过身来。崔都尉，别来无恙。圣人亲赐途经使令。途经使，你是七皇子？臣崔敬之，拜见殿下。许久不见，殿下深夜在此荒林中，所为何事啊？夜观天象，看会舆图。崔都尉率兵夜奔，又是在追索何人呢？臣正在追捕一名要犯，殿下可看见过什么可疑之人？不曾见过。崔都尉是在怀疑我？臣不敢。既然不敢，就别跟着。都尉，我怎么从没听说过还有什么七皇子啊？他生来白发，被视作不祥。7年前奉旨离宫，怎么偏偏这个档口回来了？还是沈孝逃脱的时候。此人不对劲，叫人暗中跟着他，查清他的住处，还有跟什么人接触。去吧。是。救沈孝之人，应当是个女子。你把崔敬之想得太蠢了，也可知你今夜闯的是谁的死库？是我的。你还笑？你不是不想死吗？殿下说过不管我了，为何今日还要冒死相救啊？圣人命我保你。那若非生命，殿下真的舍得我去死？殿下别生气，今天是我冒进，才会落入陷阱，我该思虑更周全的。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？怎么了？我看看。殿下还是担心下官的。懒得理你。混账！我是驸马，公主的请客还拦得住我吗？让开！快躲进去！谁在屋内？你干什么？给我进去！快点进去！朝阳，谁在屋里？驸马，你不能进去！朝阳，本宫的规矩，驸马好像忘了，竟敢夜闯公主府！有人夜闯公主府粮仓，为了你的安全，我当然要探查一番。哦，驸马着人看管粮仓，竟还有人能来去自如，看来此人非同一般啊！小小之徒罢了，若让我抓到，必将他碎尸万段。
你受伤了？杀我之人，怕是沈啸。你从来不穿外袍就寝，怎么，今夜出去过？驸马从未夜宿公主府，说的好像很了解我的样子。救沈啸的人，是你。驸马脑子莫不是坏掉了？我若帮沈啸，岂会蠢到让他去闯你重兵把守的司库，然后亲自去救？驸马这脏水泼的可不高明。你总疑心我和沈啸，是盼我坐实了，好给你的新外室腾位置吧？如今我已无外室，青罗我也赶出府了，不会有旁人。算了，我很确定，救沈啸的是个女子，身形与你相仿。驸马连我的身形都记不清了。我没有和你说笑，太子最讨厌的就是沈啸。你要是再和他伤你的，当真是沈啸？那他还真有几分本事啊！说，若非我知道你恨我，我还以为驸马是在拈酸吃醋呢。你也受伤了，早点回去吧。我受伤了，你也不管我了吗？从前都是你把我伤要的。那是过去，那时我有心攀附于你，才日日守在冷宫外替你包扎，这样我便有机会能旁听太傅授业，靠为太子代笔，博太子清言，伺机脱离冷宫。不可能！只是切磋而已，太子哥哥怎么下这么重的手啊？没事的，殿下是君，我是臣，哪有臣子责怪君上的道理？说到底，雷霆雨露，俱是君恩。我们这些近臣，与家上鹰犬并无不同，只要主子高兴，就是我们的头等大事。不对。怎么不对？为君者，应当以德行御下，以人心服众。即便是太子，也不该以折辱他人为乐，更不该轻贱为自己效力的心腹。你虽是太子的伴读，但你更是你自己。李爽，待我明年随军拿了功勋，我就去求陛下。到时候，谁都不可以欺负你，太子也不行。刀锋落地，随心跳声音无人倾听。战场凶险，你一定要当心。为了你，我定会平安归来的。化作你小小的泡影，尘埃落笔，再回头瞬间却来不及。我们以前不是这样的。飞雪满天地，情无迹。是驸马记错了吧？我是个处心积虑的从冷宫里爬出来的卑贱孤女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不就是个从冷宫里爬出来的卑贱孤女？我大婚之夜，你说得很清楚。最伤人不过爱恨知己，对折不过离人。我们之间
何至于此？放手！放开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都过去了，何必再提？沈啸不是我救的，你找错了人。我累了，你走吧。早些休息吧。他曾在大婚之夜上折辱你，还有过外事。有什么可惊讶的？天下男人不都这样吗？都这样便是应该吗？不应该便不会有吗？殿下跟驸马可还有情？没有。既已情断，又已合理，为何还要纠缠不清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一个面首，也配过问本宫的人生？若不敢只是做个面首呢？你发什么疯啊？听不懂本宫的话吗？做好你该做的，别惹祸上身。我身上的祸事还少吗？我明白，殿下跟驸马不是寻常夫妻，只有太子到了，你才有真正的自由之身。我该做的事，一件都不会少办的。一世琼楼高台深，拂袖清风还归程。明月照一城，只为你一人俯首称臣。这沈贼，不，沈主事吃哪妙人也？奴婢原以为是沈主事把公主的心窃走了，现在看来，是公主自己把心掏出去了。胡说八道什么？公主，您头七又犯了，今晚没了沈主事，不会又做噩梦吧？要不奴婢还是把沈主事叫回来吧。沈主事可比什么丹药都管用。什么沈主事？是沈贼，多管闲事的笨贼！七皇子秦游历山河，携宝进献，圣人欣慰，邀群臣及皇亲贵眷共赏，同沐天恩。儿臣远行归来，特备三物，进献父皇。此乃第一物，乃江南万民仓，今年所收最优之米，粒粒如玉。此前关中大旱，儿臣听闻
心中惦念，特取此米进献，愿我大业五谷丰登。关中大旱，此物确是吉兆。好啊！父皇，此乃第二物，儿臣途经陇西，见以无名古碑，刻有百年民谣，颂父母恩，祈家国安。他印献上，愿父皇福寿安康。此物质朴，婉儿有心了。父皇，请看最后一物。这最后一物，乃大业风物图志。儿臣离宫后，游历大业河山，将所见山川城池、风土物产，皆录于此。眼下虽已完稿，但仍尚需精修，请父皇准允儿臣于千佛寺闭关，潜心续会，早日成于御前。好啊！大好山河尽在我儿笔下。传旨，此七皇子李琴西域共没10挺，共断100匹，准其御前行走。你就在千佛寺净室静心绘制图志，一切用度皆有内廷之处。谢父皇恩典。七弟10年无训，一朝归来，便叫人刮目相看。皇兄谬赞，臣弟在社稷并无大用，唯能做些微末小事。好，那你便好好完成此图，莫叫父皇失望。是。长姐所绘山河，比我所画更添一分磅礴气象。3件礼物让你回到御前，也不枉10年蛰伏。眼下你只管在千佛寺静修，待沈孝将太子和二皇子搅到两败俱伤，便是你重返朝堂之时。长姐不觉，乐生绝无质疑。只是，长姐不打算将我们的计划告诉沈孝吗？我当初将他荐于你，如今却置他于险境而不顾，心中实在难安。我们将彼此视作挚友，只是此事一直瞒着他。你将他荐于我，殊不知他为了谋仕途，也做了不少狠事。此人心思深沉，出手决断。若他和我们的目的一致，你的身份他自会知晓。若他与我们的目的不一致呢？你将来是要坐上龙椅的，不应该拘泥于小情。不过我答应你，可以保他一命。记住，这条路辜负谁，都不能阻挡我们要达成的目标。乐生明白。这个一出生就克死生母的晦气东西，父皇从小就把他看作在心，一日朝堂都没有上过。吾就不信，就凭这3件破东西，他能翻得了身？难道说，他也想学老二一样，来根不争权夺位？笑话！七皇子此时回京，时机太过巧合，沈孝刚露头，他就出现。绝非偶然啊，殿下。他跟沈孝还有勾连，还是说，他就是回来协助老二的？现在沈孝和二皇子摆明着想抓殿下的错处，好在我们早有准备。至于七皇子，他在朝中尚无根基，虽不足为惧，但还是要提醒朝中老人，免得对他动心思。是该给这些人警醒一下了。3日后臣妾的生辰宴，就是个好机会。今日又
邀诸公赴宴，并非为本宫虚诞，而是国逢天灾，东宫愿设立义仓，以备国需。作为表率，东宫愿意率先捐出10万担粮，望诸公同心。什么以备国难？太子趁着乐生回朝的关头，借着生辰宴把朝中中立派都请来，不过是想绑死世家，向父皇示威罢了。正是愿随。安乐也愿意支持太子哥哥。丧氏愿随，丁氏也愿随，白氏愿随，下官愿随，下官也愿随，下官也愿随，下官也愿随。敢问这义仓之粮是由杜之司调度，还是听东宫手令？二弟，你这是在质疑巫的忠心？殿下忧国忧民，天地可见。下官沈孝特来祝贺太子妃福寿安康。下官听闻太子妃要捐粮建仓，择批苍生，下官敬佩，特地来送贺寿之礼。什么味道？这是米丹。这分明是泥土，你敢羞辱本宫？并非羞辱，此乃民间实情。如今百姓所购官粮，都是米中参土，土中拌糠，此物不正是彰显殿下您建义仓之急迫？狂妄数字！阿夏，诸公，你们可曾听到外面百姓的哀嚎之声？才明听闻太子妃生辰宴施粥已围堵了府门，反了！反了！不能再查了。太子攥死了永通渠的施工进度，分明要拖垮我杜之司。渠要修，粮就得出。杜之司的账拖不过去。粮？哪儿来的粮？太仓的军粮能动吗？皇亲、世家、勋贵，他们手里还有余粮。只有像他们这种粮，太子的计划才能破，永通渠能修，百姓才能得救。称粮，从世家勋贵口中夺食，是自居于朝堂，没人会做这种事。臣愿意，但臣需要一道圣旨。要得到圣旨，臣得先去太子那儿借一阵东风。反了！
啊！要造反吗你们啊？再没有办法了，退后！退行好吧，孩子快饿死了。行好吧，贵人。行好吧。求来别饿死了。贵人，别都这吃吧，求求你了，帮帮我们吧。松开！施舍一点吧，是的吧？可怜我们吧！擅闯府院者，一律按暴民处理。他们是百姓，不是暴民。太子仁德设宴，不正是为了解民困吗？不错，本宫今日设宴，本就是为了赈济灾民。来人，设粥棚。圣旨到，杜之司审校接旨。太子妃寿宴赈灾，朕心甚慰，特命杜之司、杜之主事审校持胄征粮。自王公以下，凡爵列超品、禄饷千担者，皆须量力捐书，以补国用之急。时间方急，民命攸关，助国纾难，方显忠贞。尔其个体振兴，共戮立焉，勿负朝廷仰视之恩，钦此。陈审校，接旨。沈校奉命征粮，你听说了？不止听说，我都半个月没见着人了，害得我这段时间都没睡好。儿臣略有耳闻，听闻沈校近日奔走于各个世家高门之外，可成效甚微，至今所征不足5万担。不足5万担。沈校是替永通局征粮，更是替朕征粮。这些人是在打朕的脸。朕要你带头捐粮给沈校。你是朕的女儿，又是崔家府，与东宫亲近，你动了，那些世家皇亲才知朕的心意。你10亿罪俸几万担，与你无碍。父皇，儿臣的10亿和安乐妹妹是一样的。安乐怎知朝堂艰难呢？他怎能与你相比呀？儿臣遵旨。看来父皇是想通过我来敲打太子和一众世家了。小雀，小雀别跑！小雀，哎，小雀。别跑了，小雀！公主，贵人饶命！贵人饶命！小雪怎么了？我方才说要教她识字，她就逃了出来。贵人姐姐，我不要识字，阿哥，求
献计。朱家又在何处？逃亡时，朱家病死了。我逃到这儿，他也累死了。原来如此，大业律法，只有2名以上才可读书习字。剑姬若读书习字，以剑月论处，难怪你会怕成这样。从今天起，我为你脱剑籍，你可以读书识字了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啦，公主金口玉言，定是不会骗人。我们去书房吧。多谢贵人，多谢贵人。起来吧。走，我们去书房。小雀走错了，这边。来，这边。真跟小麻雀一样。所以我才叫小雀呀。婆婆说我灵巧，才总能抢到吃的，要不早就饿死了。以后我们就不用抢了。张姐真的要带她回去？世家瞧不起寒门，新贵瞧不起平民，平民瞧不起贱民，可贱民连人都算不上。我们又好到哪里去呢？不过是宫里的贱民。乐生，这世道真的烂到根了，所以该变变了。圣人命我主动捐粮给神孝，他们不去逼太子，却来逼你，岂不是让你公然和太子作对？我本就是颗棋子，与父皇、太子都一样。太子未失圣心前，这粮我必须借。张姐可有万全之策？没有，但如履薄冰久了，自然也有些经验算计。这沈孝征粮一圈，也该征到我门前了。如此，我便借他走一步险棋，既能稳住圣心，又能打击东宫。